被丈夫家暴致流产，婆婆还在旁边加油助威。出院后，我拜师学了自由搏击，丈夫还想动手打我，我一个侧踢他断了腿。洗衣服时，我要求手搓；洗碗时，我要求不用洗洁精。房间每天要一尘不染，地砖每天要能照清人脸。终于，他忍不住求着我离婚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妈，跟你说了，搬过来和我一起住，你不用担心。才开门，我就听见丈夫张文兴正满脸笑容地和婆婆打电话，手中的孕检单被我放到了她的面前。她看着上面确认怀孕6周的字，打断了对面婆婆的话：“妈，曼叔怀孕了，你来帮我照顾她。”不等对面拒绝，她挂了电话。我满脸不解：“不是说好了吗？家里就我和你住，婆婆可以来，但是不能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啊。”她拿着孕检单，听到我的话，瞪着眼睛：“你这不是怀孕了吗？妈来照顾你，你还有啥不满意的？”我毫不客气地翻了个白眼：“我怀孕了，就不是残废了。我还没把单子给你看，你就让你搬过来？还是说你能预知未来？”她蹭的一下站起来，喘着粗气到了我面前：“我妈怎么就不能搬过来了？这房子我给钱了，你妈死了，我妈还活着呢。”张文兴不是第一次提我妈死了，但是明面上还是第一次，而且还是因为我不让他妈搬进来。我妈是死了，你妈也没几个年头可活了。我不让你妈搬进来，没说不可以来短住。难不成你哥哥嫂嫂也死了，你妈没地方去了？还是你妈丧偶了，家里没人和她说话？我先在她面前狠狠盯着她，既然她想戳人伤疤，那我也不必给她留面子。啪一声，震得我头昏，眼睛也疼。反应过来后，才发现是张文兴动手给了我一巴掌。我捂着脸，一时竟想不起来自己在哪里。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嫁到我们家就要守我们家的规矩，我要孝顺我妈，还轮不到你来操心。以前认你挺久了，现在有孩子了，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。他摔门而去，想也知道是去楼下打麻将了。我冷漠地看着关上的门，走到冰箱里拿了冰袋冷敷。这不是他第一次打我了，最开始结婚的时候他不打人，但是摔东西。还记得那年我远嫁过来，洗衣服我会，但是洗衣机解放双手，我何必去多此一举？当他回来看到自己真丝的衣服被洗得乱糟糟，桌上的烟灰缸就砸在我的脚下，4分5裂。那烟灰缸就像我和他的感情，缝缝补补，最后还是难以恢复。真丝的衣服不能用洗衣机，我说过多少次了，必须手洗，手洗。他朝我大吼大叫，和泼男没啥两样。我希望不服气地反驳他：“你自己洗不就行了？我是来和你过日子的，不是来帮你洗衣服的。你的衣服我帮你洗了，我的衣服你怎么不帮我洗？”他叹口气，把衣服搂在怀里，握着我的手：“曼叔，刚才是我脾气不好，这几天加班，我太忙了。再说了，谁结婚不是女主内男主外的？”他哄着我，嘴巴张张合合，就能把一切推给加班的货。我从他怀里拿出衣服：“你这么宝贝这衣服，还搂着，那跟衣服过吧。加班谁不会？加班你还觉得厉害？自己效率不行怪别人。谁跟你说结婚就必须男主外女主内？”我将衣服扔在他脸上：“别放屁了，现在又不是封建王朝。”那次过后，他收敛了不少。我花钱重新给他买了件一模一样的衣服。我也是有工作的，名牌大学毕业，
留学回来就单独开始设计工程，该有的挣我一个不少。第二天，张文兴就把他妈请了进来。我休假，正在吃葡萄。哎呦，曼叔啊，你咋吃葡萄啊？那可贵了。有了孩子，你得节约啊。婆婆拍着大腿，满脸的皱纹都堆在了一起。我放下遥控器，反问道：妈，我怀孕不吃葡萄，能买得起一栋别墅吗？张文兴走过来，把婆婆的行李放在我身边。怎么和妈说话呢？她那是为我们着想。她用手碰了碰我，又把行李往我这边推了推，让我去收拾婆婆的行李。这葡萄要吃也得给我们家文兴吃啊，男的吃得多才有力气干活。婆婆坐在沙发上，一人独占一个位置，伸手把葡萄端给了他。还是我家文兴好啊，吃了葡萄好给妈买大沙发。你家这大沙发坐着真舒坦。他脱了鞋子，躺在沙发上，外头下了雨，泥点子落在了他身上。现在他蹭在了沙发上，我没动，装作不懂张文兴的小动作。妈，那沙发是我买的，这家里的装修都是我买的。笑眯眯地看着他，看着他脸上的皱纹又深了一层。妈，这房子的钱我给了2/3呢。婆婆躺在沙发上，像没听到似的，滚来滚去，于是沙发上全都是泥了。我伸了个懒腰，看了眼还在使眼色让我收拾婆婆行李的张文兴道：记得把沙发拿去保养，一次3000块呢。哎呦，我一把老骨头了，躺个儿子家的沙发都要花3000块。他在沙发上呻吟，委屈地看着张文兴，我看也没看一眼，关了门上锁。还儿子家，别说谁家了，我去那个家我也不会把你往沙发上蹭。干净的鞋子衣服都摆在那里，你不穿，非得穿脏衣服。砰砰砰，开门。张文兴在外面敲门，我不想开，又不是没地方住，家里都多了他妈了，还能住不下他？然而我低估了他的破坏力，砰的一声，门被他硬生生踹开了。我冷漠地盯着，看着他气红了脸，走到我面前。怎么，你妈来了？你要大显威风了？不去我们离婚，孩子我可以马上打掉，你也可以继续在你妈面前当个孝子。张文兴立刻慢下了脚步。曼叔，是我不对，我这不是怕你晕倒吗？你以前就低血糖，现在又怀着孕。他拿眼睛偷偷看我，以前怎么没觉得他长得贼眉鼠眼？曼叔，你如今怀孕了，上班太辛苦了，我养你，你辞职吧。还有啊，今天的碗还没洗，你可千万别用洗洁精啊，对孩子有伤害。他念念叨叨，让我觉得心烦，看得跟他废话。你去买台洗碗机吧。一下子他的嘴也咧了，更加贼眉鼠眼了。什么？洗碗机那么贵？我翻了个身，懒得看他。你让我别用洗洁精，难道想吃上一顿留下来的油？不用洗碗机，一边担心孩子，一边让我做这做那的，脑子没毛病吧？婆婆从门后探个头。曼叔，你别不懂事啊，洗洁精确实对孩子有伤害，你经验丰富，肯定可以没有洗洁精就能洗得一尘不染。这话怎么说？洗碗我可没妈经验丰富，没有洗洁精我只能洗得油光水滑，你能洗得一层不染我也很佩服。不然你现在就去演示一下吧。我躺在床上不起来，他拿我没办法。张文兴接受到他的眼色，捏着我的手把我往外拖。曼叔，你起来把碗洗了，我和妈要出去散心。还有你工作那边，我已经把辞职信给你公司了，你以后就在家好好养胎。他力气大，我拼命也抵抗不了。你说什么？张文兴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有什么资格把我工作辞了？我瞪大眼睛，第一次觉得他是个疯子。结婚后，
她也是这样，独断专行。我喜欢吃辣，她不一样，他们家都喜欢吃清淡的，没学过做菜。我特意提前1个月就开始练习。菜上桌的时候，她指着桌上的3道菜，问：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我们家不喜欢吃辣的，你上辣菜干嘛？以后我们家都不能出蘸辣菜。你们不喜欢吃辣，可是我喜欢啊。为了过年，我把委屈咽在肚子里，把那3道菜端下来，自己偷摸吃了。从此以后，家里不能出蘸1道辣菜，连辣椒他都看不得。有一次，他吃那道菜，觉得辣，当场把桌子掀了。他踢翻了桌子，吼道：我说不吃辣不吃辣，你还炒个生姜肉丝，你这手记不住，今天我就让你记住。或许是结婚太久，他的本性再也藏不住。那是他第1次打我，他把我的手困住，按在桌子上，一下一下地用皮带抽，抽得满手都是伤。画图纸的时候，我的手都在抖，但是过后，他跪在地上求我，下次不会了，还特意买了一堆辣菜给我吃。感情这件事，我深陷其中，原谅了他。但是家暴果然只有0次和无数次。我被拖了起来，摁在水槽边，好好洗。我回来让妈检查，被摁住，我没法动弹。等他一松手，我就把碗砸了出去。洗个头，你那么喜欢洗碗，你怎么不洗一辈子？有洗碗机不用，我又不是没钱，用你钱了，让你买个洗碗机，你把我工作辞了，你知不知道违法？水槽里的碗被我摔得七七八八，我蓬头散发，不顾形象。他轻蔑一笑，怎么就违法了？我是你老公，有权利做这件事。婆婆看到我气急败坏，笑得找不到眼睛。那我们就离婚，明天我就去打孩子。我语气坚决，判了3年的孩子，在这一刻不过是道枷锁。打什么孩子？一点小事。曼叔啊，别生气，妈来洗。婆婆一听要打孩子，立马不愿意了，急急忙忙冲过来。妈，他打不了的。张文兴拉住他妈，从兜里掏出我的手机。你怀孕了，辐射对孩子不好，等生下来再还给你。他眯着眼睛，陌生的我完全不认识，这还是一开始和我结婚的人吗？我坐在地上，看着他们开开心心的出门，心里只觉得一片黑暗。哦，对了，房子密码我也改了，生孩子之前你就在这儿养胎吧。他头也不回，关上了门。我家的门是你密码开的，门外门内都要密码。房子是2层，装修全是我来。张文兴不过是付了房子钱的1/3，而现在这个我亲手装修的家困住了我。以前结婚2个月，张文兴他妈就开始催，怎么还不要孩子？催了3年，今年终于怀上了。他一直在背后说我个不下蛋的母鸡，我也不计较，反正也没住在一起。现在这个局面是我一手造成的，那我就一手给他推翻。张文兴和他妈回来的很快，可能是怕我不洗碗，要回来监督我。你为什么不洗碗？他指着水槽，里面的碗原封不动，地上的碎瓷片一片不少。我轻蔑地笑了下，我又没吃饭，我洗什么？你打死我，我也不洗。他果然怒了，抓着我的头发就拖着走，叫你不洗碗，叫你不扫地，我妈来了你也不安排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！他眼睛里的血丝暴起，他狰狞的脸我看得一清二楚，那双手重重地落在我的脸上、头上，但是却避开了我的肚子。我忍住一声没肯，用手护住头部，2只手臂被他打得生疼，好像还不过瘾。他换了拳头，一拳一拳打在我的肩膀上。儿子，你做得对，妈以前就教过你，女人不听话就得教训。婆婆现在旁边鼓励地拍着他的头，看我挣扎，
帮他抓住我的头发，头皮痛得发麻，两上肢早就没了知觉。终于，他累了，丢下我，对着他妈道：“妈，你看着他，我下去一趟。”下去干什么呢？打麻将啊！我冷笑，怕是麻将馆里头有他惦记的不得了的人了。张文兴走了，我躺在地上喘气。这女人啊，就得依靠男人，不听话吧？我儿子这不就教训你了？他得意洋洋地蹲下来，拍着我的脸，呵，我打不过你而已，你就以为一把老骨头打得过我？我冷着眼，抓着他拍过来的手，一把把他推倒。我翻身骑在他身上，对着他的脸就是2巴掌。死老太婆，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你儿子走了，你有啥靠山？你儿子打我，我就打你。你记住了，我哪里有块肉青了，你哪里就得有块肉子。我抓着他的手，梆梆往他肩上砸。最后我也累了，站起来摇摇晃晃的想往沙发上走。老太婆刚才咿咿啊啊的叫了半天，现在没人打她了。她终于反应了过来，猛地从地上爬起来，一把推过来。我心里松了一口气，还好我把背留给她了，不然就她那力气都推不动我。那孩子怎么掉？不让我打孩子，不让我离婚，还让我辞职，做梦吧！推了我以后，她也跟个软骨头一样哆哆嗦嗦躺下。我的肚子一阵一阵疼，没满3个月的孩子本就没坐稳，更别说我还是被推倒的。坚持着直起身，我摸索到他身边，从他衣服里掏出手机，打了120。120来得及时，张文兴他妈伤得没我重，医务人员让他开车去医院，我被拉上了救护车。晕过去前，我死死拽着医生的手，请帮我拍下身上的伤。等我再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2天。张文兴就坐在我旁边，他恶狠狠地眯着眼睛：“你也真是大胆，敢趁我不在打我妈。等你回去，我得好好教你怎么尊重人。”想了想，好像又想起我流产了，补了一句：“哦，还好你流产了，我刚问过了，是个女的。”我心里酸酸的，原来在他眼里，孩子不是男孩都不配叫孩子，叫女的。再也不想和这种人说一句话。我按了下床头铃，护士很快就来了，他要杀我，请帮我打110。医院人多，他不敢拿我怎样。听了这话，只能跑了。护士很关心我，还问我要不要帮忙。我点头，请他帮我买了个手机。拿到手里，把钱转给他以后，我下床去找接我来的医生，把图片都存了进去。或许是因为这名医生是个女医生，她拍得很仔细，眼神也很同情。需要我帮你报警吗？她拉着我的手，温柔地看着我身上的伤。我摇头，不用，他妈被我打了。听完，她就笑了，我也笑了。住院1个月。张文兴是不敢来，他怕我报警，而我手上有诊断书。虽然他妈被我打了，但是伤比我轻，而且他还怕我离婚，他分不到钱。我走得很顺利，我是远嫁，母亲离世，父亲还在，但是说这种事只会让父亲担忧，父亲总不能过来打他一顿，我也不想让父亲受伤。打定主意以后，我去了离家几百公里的搏击俱乐部，给老板打了电话。还好我的假期时间还没过，不算旷工。说清楚那封辞职信不是我写的以后，生活又回到了正轨。趁着张文兴上班不在，我偷偷叫人开了锁，把家里我的贵重物品拿走了。住在酒店，我也暂时不去公司，在酒店办公。酒店和俱乐部来回跑，1个月后，教练叫住了我：“你有兴趣参加比赛吗？”我学搏击实在太认真，1个月我几乎能达到参加比赛的初级水平。我摇摇头，我不比赛，
我只是喜欢搏击拳拳都到肉的感觉。教练笑着夸我，让我出师了。历经1个月，我又回到了这个家，我和张文兴的家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慢悠悠地吃着那盆子葡萄，听着门咔嗒的声音，我心情愉悦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他粗鲁地拖过我的葡萄，问道。我一巴掌打在他手上，想吃自己去买。这是我的房子，我为什么不回来？他摸着被打红的手，皱着眉头。你还想离婚？我都说了没门。这个月你必须再怀上孩子。叉着腰抖着脚，肚子上的肉像浪一样翻滚。他高高在上的样子，像坨已经死了的猪肉在挣扎。哦，不想离婚，孩子你自己怀吧。医生说我怀不上了。端着盘子，我看着电视剧，还是电视里的人养眼。他张大嘴，半天才反应过来。什么？你怀不上了？你怀不上了？文兴，这还不离？你想啥呢？婆婆既吃不记打，从外面回来了，嘴巴就是管不住。我上前一步，捏着她的嘴，迫使她张开。你这嘴吃了屎，怎么这么臭啊？她被我放手一推，被撞在了墙上。你搞什么？住院那么久，你还不知道尊重我吗？张文兴扶着他妈坐下，扬着手就要打我，抬手挡住他的掌。我反手就是一巴掌，打得他嘴角破得出血。你搞什么？这么久了，还以为我好欺负？我将一盆葡萄扣在他头上，碗和他头碰撞的声音响起。我看你这头和碗一样，只知道撞不经用的东西。我摊手，叹气，往楼上走。对了，你以后别上楼，楼上是我住的，按照钱划分，你就只够住厕所和阳台的。我笑眯眯倚着楼里扶手，又说，但是我心善，积德，你就住1楼吧，和你的老妈子一起。张文兴被我打懵了，这会儿反应过来，急吼吼往楼上冲。你给我站住，看我今天不打断你的腿，反了天了。他以前还会伪装，每次对我动手后会哭，会打自己，会跪下来。我念在他只是打一巴掌或者踹一脚，再想想自己的感情，忍了。直到1个月前的那次，我终于认清了他，本性就坏到极致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改变？不过是穿上了光鲜亮丽的衣服，遮挡自己丑陋的真面目。他抬脚要踹我，被我侧身躲开。我伸手扶了他一下，他摔了下去，从楼梯上滚到了1楼。哎呦，杀人了，杀人了！好你个林曼书，为了一个还没出生的贱丫头，竟然要让我儿子死！你是不是想让他断子绝孙？张文兴躺在地上，哎呦哎呦的叫，左腿折成一个诡异的角度。他妈不懂骨折这些东西，还在拖着他的身体，扶他起来，把他痛得哭爹喊娘。妈，你别动我了，我骨折了，别动！啊！一阵鬼哭狼嚎。我打了120，走到他旁边，仔细欣赏他的表情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庆幸道，还好你伤的是腿不是手，等你回来了可以做饭了。我看你挺热爱做饭的，不然为什么老教我要吃清淡才健康，碗不要用洗洁精？我看着还在流鼻涕眼泪的婆婆张文兴，有些事情你娘还是要知道的，我可没让你断子绝孙，你不能生是你娘的错，从生下来你就有弱精症，你忘了吗？张文兴的妈也不哭了，呆呆地看着我。你胡说，你都怀孕了。张文兴脸色难看，痛也不叫了。对呀，我怀孕了，你妈把你唯一的孩子给弄掉了，可能是我积的福吧，可能是你们家报应太多，她觉得不合适又走了。她还是不相信，直到我抽出那张检测报告，附上孩子的亲子鉴定报告，那是我让医生存起来的样本，刚好拿了张文兴的毛发能检测。120到了，拉走了张文兴和他妈，
来的还是接过我的医生。我开车到了医院，医生问我住院吗？我摇摇头。我老公说他不用住院，您治给他打个石膏就回去。医生目无表情，拿出长单子，我作为家属，刷刷2下就签字了。张文兴能自作主张给我辞职，我也能让他不住院。我走后，张文兴死乞白赖地住了2天，不过他们也没住多久，因为没钱了，交不起医药费，钱都在我手上，没了我，他就是个废物。他的钱都拿去赌了。张文兴被他妈深夜推着回来，瞅着他脚上的石膏，我叹气，没想到你这么好，手上也要赶回来给我做饭。我走到门口，顺手把门关了，磨蹭了一会儿才回到桌子面前。你说什么？饭不是你来做吗？张文兴垮着脸，杵着医生给他配备的拐杖，一瘸一拐的过来了。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没长教训。张文兴的母亲也坐过去，瘫在了沙发上。我撇嘴，确实，这么个大胖子而已，肯定累坏母亲了。结婚前，张文兴是细狗；结婚后，张文兴是坨死猪肉。端着饭菜上桌，张文兴刚坐下来，就把筷子一摔。我抬起手，把一盆辣椒鱼倒在了他的石膏上。想做什么？爱吃不吃？不吃我可以喂你的腿，这样才好得快。桌上全是我喜欢吃的辣菜：麻辣香锅、麻辣水煮鱼、麻辣兔头，每一样都红艳艳的。张文兴捂着他的腿：你的钱呢？我的腿因为你伤的，你得给我交住院费。我一拳打在他的肩膀上，痛吗？不等他回答，我又一拳打在他肩膀上，不痛吧？你都不给我交住院费，我为什么给你交？你痛，我又不能体会，关我什么事？张文兴的母亲再也忍不住，她向我扑过来，我一把抓住她的头发。痛吗？你儿子也这么抓我的，你可能不知道感觉怎么样，我给你演示一遍。我抓着他的头发拖到地上，死死摁住他，把他的手捆起来。好了，妈，你就这么安静地待着吧。我蹲着拍了拍他的脸。哦，对了，你上次想摸我的脸，我刚才也给你演示了，下次好奇心别这么重。张文兴挣扎在椅子上，他拼命地想要起来，触到的拐杖一下子倒了，他反而没了支撑。我走过去，一边吃着麻辣兔头，一边哼着歌。你到底……张文兴气得牙痒痒，肚子还不停地叫。饿了，我瞅着他3层的啤酒肚，饿了自己做。还有以后你做饭，记得按照今天这个颜色做。家里的门我改了，以前的门太坏了，我重新上了一个。明天你不用去上班了，看你这样子，也没啥可以被压榨的了。我摸着碗，觉得太香了，没有辣的世界简直活着没意思。放下碗筷，我擦擦手，记得把碗洗了，洗得一尘不染，别用洗洁精，对身体不好，还伤手。让我看见有一点油，那我就把这些油拿去喂你的腿。我端着饭后水果，路过张文兴的母亲，停顿一下。哦，对了，你妈应该有经验，记得请教她怎么洗碗。看着张文兴气得喘不过气，整张脸像炸了的馒头，我笑了，想不通，我以前竟然会为了这种人放弃自我。还好我没放弃工作方面，才结婚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让我辞职。他红着眼睛说：曼叔，我终于娶到你了，以后我一定会把所有工资都给你，你主内我主外，你不用工作了，以后我养你。当时的我感动得哭了，又怕他太辛苦，坚持不辞职。不，新闻，你这么辛苦，我要为你分担。他没把工资给我，我也没辞职。最后买房子的时候，才发现我的月薪比他的多了不知道多少倍。
在楼上处理完工作，我下去检查他洗碗洗得怎么样。不出我所料，他没洗，正拿着手机打字呢。我凑过去一看，上面他抱怨的话一大堆，而对面发了些亲亲抱抱的图，网上的看不见了。我正愁着上厕所没纸呢，他就给我递了。张文兴，你怎么不洗碗？我拍拍他的肩膀，捏着他的脖子，他一惊，立马把手机藏了起来。你鬼啊！什么时候力气这么大了？还走路没有声音？我翻个白眼，力气不大，我1个月搏击不是才学了？你自己心虚，还说我走路没声音？我一巴掌拍在他头上，张文兴单只脚跳起来，扑过来就要像以前一样打我。我一只手拉着他的衣领，一个左边腿踢在了他的胯骨上，再一个弓步上抬，踢在了他的肚子上，他痛得倒下。我左手一拳，右手一拳打在他的身上，也还好他身上都是肉，让我体会到了拳拳在肉的感觉，甚至都留不下淤青。你喜欢打架？你妈没教过你，不听话就得被打吗？看你打人挺爽的，我也学了点儿，夫妻同体，你都会了，我也不愿意落下。我学着在俱乐部的练习一样，一拳一拳打在人又痛又不留痕迹的地方。我错了啊！我错了！我洗碗，我洗。他双手抱头，挡着我的拳头，身上的肉随着我的拳头晃了又晃。我起身离开，把他的手机收了起来，拉着张文兴母亲的头发，把他摇醒。你和你儿子的手机都归我了，教你儿子洗碗，记得要洗得一尘不染。你儿子的真丝衣服你也教他洗，还有地，回来我要在瓷砖上看得见我的脸，不然你就把那瓶洗洁精全吃了。我给他解了绳子，出门去了。很快，我在麻将馆里找到了目标对象，张文兴的出轨对象柳柳。他正坐着打麻将，身边围着一堆男人，那些人站在他身边，时不时调笑几句，不老实的伸手摸这摸那的，摸到了他身上。我走过去，刚好他们打完一局。柳柳，我和你们打一局，我给了钱，让人走开，坐上了桌子。柳柳认识我，张文兴不止一次发过我的照片给他，那些都是他每次打了我偷拍的，而柳柳每次都会回应他，哥哥好棒。肯定是他又不听话了，哥哥什么时候来麻将馆？柳柳肯定听哥哥的话，让你赢钱。他的温柔惬意，日子追捧，让猪都找不着北，更何况是有着3层猪肉的张文兴。他心甘情愿地把钱都留在了这里，说是打麻将就是打麻将。我一个手滑，麻将从我手里蹦到了柳柳的头上，听那声音和张文兴头磕到碗的一样啊！姐姐，你会不会打麻将啊？怎么麻将都抓不住？他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盯着我，可怜兮兮地捂住头。我将手里的麻将排好，会肯定会，但是我可能不是你姐姐，毕竟我23，你30呢。而且你不光有鱼尾纹，脸上都有猫咪纹了。我指了指他的脸，打出了今天的第1张麻将。柳柳咬着牙看我，什么猫咪纹？我怎么没听说过啊，妹妹？其他人也好奇地看着我，人还是要紧跟时事的。你看，你都不知道猫咪纹是什么，肯定是脑子里一天都想着乱七八糟的东西了。我手中的麻将又一滑，蹦去了他嘴里。刚刚张嘴想反驳的柳柳立刻尖叫：“你尖叫鸡啊！”我捂住耳朵，皱眉：“别动！”扫黄。麻将馆的门被破开，陆陆续续进去穿黑色警服的警察，他们手中拿着枪，所有人都抱头蹲下。我老老实实的蹲下，果然在他们查完监控后放我走了。调查结果，警察给我解释了，
那柳柳还真是只鸡，警察还让我没事别来这种地方。秉持着好公民的形象，我满口答应了，并且给他说明是我举报的，就是怀疑里面搞黄色。于是警察表扬了我一番，才让我回家。我心满意足，该回去吃张文兴做的菜了。我才到门口，一把刀就向我刺过来，被教练拿着棍子训练了过很多次，肌肉记忆。我一个空翻踢飞了那把刀。张文兴，你还是不长记性啊！我捡起刀，拿在手中，关上门。你知道不长记性的小孩会受到什么惩罚吗？我拿出那根专门为他折的树枝。张文兴的妈扑过来抱住他。妈，你应该知道吧？你看看这个长度宽度合适不？我瞧着手中的树枝，细细给他比了比。曼叔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们离婚好吗？离婚？张文兴拖着条断腿，像个丧家之犬。林曼叔，你不是想让我走吗？我这就走，我带着我儿子一起走。张文兴的妈抱着他永远长不大的孩子，哭的眼泪鼻涕全都出来了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离婚？我还没吃过文兴亲手做的菜呢，我还没看过文兴亲手洗的碗呢，还有瓷砖怎么还是灰扑扑的？你那件真丝衣服还要吗？我再给你买几件。我拿着树枝一步步逼近他们，高高的扬起手。不听话的孩子得打，都说棒棍底下出孝子。妈心疼你，我来教你。手中的树枝抽在他身上，废了一条腿。张文兴想跳跳不起来，我专抽他屁股，肉多还好得快。妈救我！张文兴拖着他妈，把他挡在身前，树枝抽在张文兴母亲身上，他痛得飞起，把张文兴扑倒在地，两个人痛得滚成一团。哦，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柳柳被抓了，他搞黄色，你们的聊天记录我都有。你说我要交给警察吗？我摸出他的手机翻出来，昨天你在抱怨我让你吃辣椒，柳柳说让你去他家，和上次一样，给你煮清汤挂面。前天你说你得了老板赏识，奖励了300块钱，柳柳让你去他家喝一杯，庆祝一下。我一天一天的把这些记录念出来。张文兴，你怎么那么喜欢去柳柳家啊？现在柳柳有个国家固定的家了，你还要去吗？去的话我开车送你。放下手中的树枝，我好奇地问他，柳柳现在吃上国家饭了，在里面学的比你多，用的比你少，你还真不如他。我讽刺地看着地上已经喘成老狗的人，他和他母亲已经躺在地上，在无力反抗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曼叔，你别送我去。听到我的话，他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，摸到我腿边，苦苦哀求。他摸着我的鞋子，被我一脚踢开。别把你鼻涕眼泪蹭我身上，还好我和你早就分床睡了，孩子还是几个月前的事情。我躺医院，你耐不住寂寞。我现在倒是健健康康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个病原体。张文兴听了，抱着自己，恨不得立刻爬去医院。我不要房子了，不要了，你给我钱，我去医院检查。我们离婚，离婚。他点着头，恐惧的神色第一次出现在他脸上。我立马一个电话过去，把准备了好久的律师喊过来，签了字，让律师代办离婚证。别怕，你忍1个月，毕竟离婚冷静期不是我定的，实在忍不住，我捂着肚子笑出了声。离婚冷静期到底困住了谁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在我这里，困住的是张文兴。1个月以后，我顺利的拿到离婚证，把他们的东西都丢出去以后，立马把房子挂了出去，不出1个星期就卖出去了。而说好的钱，
我也给了张文兴，还给的多了，让他做了个全身检查。检查结果出来的也很快，因为第3天他就跪在我公司门口，求我给他钱。他得了 HIV， 没钱治疗。看着形形色色的人，我冷笑一声：张文兴，你怎么还是这么天真？你得了 HIV 又不是我让你得的，你该庆幸咱们早就感情破裂分房了，不然我也要搞你围着我的健康，我的人身安全。我不顾他的祈求和道德绑架，走得潇洒。不知道谁在网络上拍了视频传出去了。我将张文兴和柳柳的聊天记录放了出去，并且把他拍的虐待我的照片一起放了上去。我在抖音上配文，虽然自证本不需要，但是我希望和我一样的女同胞们能够自强自立，能够拯救自己的永远是你自己，不要放弃热爱生活，热爱工作，更不要放弃热爱自己。希望大家婚姻美满，独立自主。而不得治疗的张文兴回到了老家，没了工作，谁都嫌弃他，觉得他是个定时炸弹。没多久就传来他被人抛在路边的消息，警察带着他回家找他妈，没想到看见了张文兴的妈正被她丈夫打得嗷嗷大叫，视频一样被看热闹的上传到抖音。众人纷纷评论，原来家暴男生来就被教怎么家暴了，活该他得病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